人活到一定年纪就绕不开命数这2个字。在座的诸位老朋友头发白了，人生过半了，谁没在茶余饭后跟老伙计们感叹过这辈子吃的苦，享的福，遇的人，走的路，好像早就有定数。你们不要不承认，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易经八卦，因果报应，这不是迷信，这叫天地气机的流转。你生在什么家庭，遇到什么人，吃多少苦，享多少福，确确实实有个定数。但是我今天要把这句话给你们讲透，命数是有，可最难过的往往不是老天爷给你设的关，而是你自己心里的那道坎。你们要晓得，佛法讲万法唯心造，这个心不是你胸口跳动的那个肉团，是你起心动念的那个源头。你的心念一变，那个看似铁板一块的命数它就跟着转了。我常常想起早年间的一桩旧事，那时候有个年轻人，这小伙子才华横溢啊，那一笔蝇头小楷写得规规矩矩，清秀挺拔，古书背得滚瓜烂熟。你想想看，在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的学问底子，简直是人中龙凤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身世不好，本来是个大户人家，后来家道中落了，亲人也散了，他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头，受了些委屈，他心里头那个怨啊，就像是一团化不开的冰。他总觉得这方水土对不起他，老天爷瞎了眼，旁人都在看他的笑话。我当时跟他聊过几次，我劝他年轻人眼光放长远一点，这点苦算什么，就当是还债嘛。可是他不听，他外表看着斯斯文文，内心却拧成了一个死结。后来突然有一天，他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就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走了。我当时心里那个沉重啊！但是你们想想，这就是命吗？这是他自己造的业啊！老子《道德经》里有2句话，叫自知者明，自胜者强。什么叫自胜？就是打败你自己。打败别人不算本事，那是匹夫之勇。能把你心里那个怨恨、那个委屈、那个看不惯的牛脾气给降服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这个年轻人字写得再好，书读得再多，他没有降服自己的心。佛法唯识宗里讲阿赖耶识，我们每个人生下来，阿赖耶识里就带着过去生生世世的种子，有善的有恶的，这叫因。但是这个因会不会结果，全看现在的缘。他遭遇家道中落，这是恶缘显现，本来是来消业障的。如果他能转念，把心量放大承受下来，那这笔业债就还清了，后面就是海阔天空。可惜啊，他起了嗔恨心，在12因缘里头，这叫在受的阶段生起了恶爱和恶取，这一怨身上的气机全锁死了。中医讲怒伤肝，湿伤脾，气脉一乱，智慧之光就被蒙蔽了，那叫无明。无明火一烧，人就钻进了死胡同，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，最后被自己的业力风暴给卷走了。你看那易经里的剥卦，阴气一点点剥落阳气，就是从心里那一丝怨念开始的。心里的阳气死绝了，人的生机也就断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活了大半辈子，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是不是也有过那种觉得老天爷不公平，我怎么这么倒霉的绝望时刻？是不是身边也有亲戚朋友为了争一口气，为了一点财产，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，最后自己得了一身病？我告诉你，怨气是这世上最毒的药。你一抱怨，你周身的风水就全坏了，善神都躲着你走，招来的全是恶鬼和霉运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怎么过这道坎，就是要靠转念，把抱怨转成忏悔，把委屈转成忍辱，
你以为忍辱是吃亏，错了，忍辱是在给你自己积攒福报的底气呀，是在疏通你身上的气脉。所以今天咱们开篇第一句话，诸位要死死记住，命是有，但命由心转。你心里透亮了，那道坎就成了你步步高升的垫脚石，你心里憋屈了，那就是你的催命符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跟我叹气说，南师啊，我心里最大的坎不是别的，就是得失，就是钱财。你们在座的诸位想想看，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有没有拍着大腿懊恼过？哎呀，当年那套老宅子，我要是咬咬牙买下来，现在都翻了多少倍了。当年那笔生意，我要是没犹豫，现在早发大财了，是不是都有过这种遨游式的心思？这就是人的通病。民国初年的时候，上海滩有个做大买卖的商贾，家里金山银山的，他看中了一卷古画，心里喜欢的像是长了草。可是商人嘛，总想占点便宜，就跟卖家来来回回的压价，这一拖大半个月过去了，结果这画被另外一个买办到截胡，出了高价买走了。这个商人一听，当场气得脸色发青，吐了一口血，直接病倒在床上。没过3年，人不仅走了，家道也跟着败了个精光。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不就是错过了一幅画，一笔大买财吗？至于把自己送走吗？这就是你们不懂天地间气机运转和因果业力的深浅了。你以为他失去的是画，错了，他失去的是自己的命根和神气。佛法的唯识宗里讲的极透彻，这叫法执和我执。那个商人，他在起心动念要占有那幅画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本来属于外在的物死死地种在了自己的阿赖耶识里，当成了我的一部分。一旦这个外物被人拿走，他就觉得自己的性命被活生生剜掉了一块，这股子极度的懊悔、嗔恨和不甘心，也就是12因缘里的爱和取，直接变成了一股极其阴寒的业气，把他的心脉给死死堵住了。一个人心脉一堵，体内的阳气就往外泄，阴气就往上冲，身上的风水当场就破了。家里的财气怎么可能还聚得住？那叫财聚人散。你死盯着那个死物，活生生的人气和阳气就散了。老祖宗看得最通透，所以庄子里教我们，人活在这个世间必须的物，而不物于物。什么是物？金银财宝、名利地位，哪怕是儿孙满堂，这些都是你人生旅途中的课程，是你来物，是你来驾驭他们、使用他们的。什么是不物于物？就是你千万不能被外在的物质反过来骑在你的脖子上，当了你的主子。那个商人，世人看他是亿万富翁，其实他在道家看来是个穷光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那幅画的奴隶，画没了，主子没了，他这个奴才的精气神就塌了，还能活得成吗？反过来，你再看另外一个懂道的老先生，也是在那个年代，他看中了一件极好的金石古件，他也是没买着，被人交了定金提前拿走了。旁人都替他惋惜，他却乐呵呵地捋着胡子说了一句话：我眼疾我有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看过了，我欣赏过了，在那一刻，这件好东西的灵气已经跟我交融过了，我已经拥有过了，何必非得掏钱揣进我自己的口袋里，锁起来才算数？诸位听听，这就叫大智慧，这就叫把心量打开了。天下万物自有定数，这件东西或者这笔大财，这辈子该不该你拿，不仅仅是看你专营的本事，
更要看你的福报拖不拖得住它。易经里有一句极为核心的话，叫厚德载物，财富名利，这些都是那个物，你的心胸，你的修行，你的阴德，就是那个载它的车，装它的器皿。你的心量只有个小茶杯那么大，福德不够，偏偏因为机缘巧合发了一笔横财，硬是把西湖的水都倒进你这个小茶杯里，结果是什么？杯子当场撑爆了嘛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命里突然得了一大笔钱，紧接着家里就是生重病，出车祸，官司缠身，不得安宁。为什么？因为气机失衡了。物质和钱财在阴阳学说里偏于阴，财多身弱，你自身的纯阳之气压不住那么庞大的阴气，财富反倒成了反噬你的灾祸。所以那个懂道的老先生不去强求，果不其然，过了几年天下大乱，当年买走古剑的那个人家道中落，变卖家产，这件东西兜兜转转，最后以极便宜的价钱安安稳稳的落到了老先生的手里。这就是命理的缘法，丝毫不爽。诸位老兄弟老姐妹，咱们活到这把年纪，这本账一定要算明白。过去丢了的钱，没赚到的利，被朋友坑了的款，甚至是错过的好姻缘，全当是还了过去生的业债，或者是替咱们挡了命里的一场大灾。千万别再把它放在心上遨游了。你这头一松手，心胸一打开，这股执着外物的阴寒之气一散，你清清爽爽的阳气自然就通达了，气脉一通，属于你的那个因缘福报，哪怕是绕了半个地球，它也准会顺着这股气机稳稳当当的来找你。可是啊，人在世间走，还有一种更密更难缠的网，叫人情世故，这也是一种业力，叫共业。你活在人群里就得跟人打交道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看看自家的孙子孙女，或者亲戚家的孩子，是不是学历一个比一个高，动不动就是硕士博士，戴着个厚底眼镜，满肚子都是洋墨水。可是你仔细观察一下，他们真的懂得怎么跟人打交道吗？跟长辈吃饭不知道添茶倒水，到了单位里一句话没说好，就把同事得罪个精光，遇到点挫折立刻就辞职不干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你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这里的人太俗气，环境不适应他。你想想看，这是学问吗？这不是学问，这是无明啊。我给你们讲个早年间的真事。那时候留洋回来的人少得可怜，那是真金白银的海归，有个大家族的子弟在外面念到了大博士，学问高得不得了，回国后被安排进了一个很要紧的机关里做事。按理说这前途不可限量吧，可是这人呢，一身的西装革履，满脑子的西洋理论，唯独不懂老祖宗留下来的这4个字，人情世故。他到了机关，看谁都觉得是蠢笨的俗人，跟老资历的同事说话鼻孔都是朝天的。人家在探讨怎么把一件公事办妥帖，他就在旁边冷嘲热讽，说你们这些方法都不科学，这帮俗人根本配不上我的绝世才华。最后怎么着？有一天他连个辞呈都没递，把抽屉一锁，直接走人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后来听说他东换一个地方，西换一个地方，到哪里都觉得别人针对他，最后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废人，晚景凄凉得很。你们看，这就是连做人的这道坎都没迈过去，学历再高也是个空壳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老祖宗在大学里讲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最根本的心法是什么？是慎独。
是慎始慎终。什么叫慎独？很多人以为慎独就是一个人在屋里待着的时候不干坏事，错了，那叫表面文章。真正的慎独是当你的念头刚刚升起的时候，在别人还看不见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的那个地方，你要守住你的恭敬心、慈悲心。那个大博士他觉得自己学问高，看不起别人，这个傲慢的念头一起，在佛法里讲，这就叫我慢。我慢如高山，法水不入。你的心变成了一座孤零零的山峰，天地间那些滋养人的和气、福气全都顺着山坡流走了，一滴也存不住。你以为别人不知道，你看不起他。人与人之间打交道，靠的是气机感应。你心里带着刺，你散发出来的那个磁场，那个气就是尖锐的、冰冷的。别人跟你坐在一间屋子里，即便你一句话不说，人家也会觉得浑身不自在，自然要离你远远的。在易经里，这就叫天地不交，伏卦。上面是天，下面是地，天气往上走，地气往下沉，两人各走各的，完全隔绝，一点生机都没有了。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否卦，你怎么能在社会上立足？所以真正能在社会上站得稳、立得住，靠的是什么？我常常总结为8个字。你们做长辈的，不仅自己要明白，还得把这个道理掰开了、揉碎了，交给晚辈。头2条叫自信与坚强。真正的自信，不是那个大博士那种虚头巴脑的傲气。傲气是因为你心虚，你怕别人看不起你，所以你先竖起浑身的刺。真正的自信是建立在对天地运行规律的通透上。你懂得了缘起性空，知道一切都在变，你肚子里有真才实学，你当然就定了。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，你心里有底，哪怕别人说几句不好听的，你也不会慌神。而坚强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，硬汉模样是当你遇到难缠的人，遇到恶劣的缘分时，你能够把它当作打磨自己心性的磨刀石，不生嗔恨，这才是真坚强。后2条叫认真与宽容，做事情一定要慎始和慎终。一件小差事，你要接手了，就得条分缕析地想清楚，这叫慎始。哪怕中间受了委屈，既然做了，就得有头有尾地交代清楚，这叫慎终。像那个大博士，一不高兴拍屁股就走人，音讯全无，这就叫断了自己命里的脉络，败了自己做事的风水。而这个宽容就更深奥了。我们对自己做事要认真苛刻，但对别人你得有包容之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果报都不一样。你身边那些让你看不惯、脾气古怪的朋友或者同事，那都是他们过去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业力习气，他自己也控制不住啊。你跟他较什么劲呢？你包容他，就是顺应了天地间化育万物的那股子春风和气。你苛责他，就是拿着刀子在割自己的人缘、人情世故，绝不是教你溜须拍马、圆滑世故。真正的人情世故是教你懂得因缘，懂得放下那个死守着的小我，去跟这个世界、跟众生去结一个善缘。你把这几步走通了，你身上的气机就活了。你在哪个人群里，大家都会觉得你像春风一样舒服，那你的路还会越走越窄吗？可是呢，很多人就算表面上做到和气了，一旦真遇到点波折，被人挤兑了，或者眼看着别人发了大财，自己却两手空空，他心里头立刻就会冒出另外一个更毒的念头，委屈。他会一拍大腿说，这不公平啊，
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，凭什么他过得比我好？老天爷瞎了眼啊！你想想看，你在家里，在单位里，是不是也经常生出这种怨气，总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吃亏的那个？我跟你们讲穿了，天地之间哪里有专门为你一个人量身定做的？绝对公平。你站在这辈子短短几十年的光景里去要公平，就像是站在一个睁眼大的窟窿里去看大千世界，你看得见什么？佛法里讲三世因果，易经里讲阴阳消长，这才是宇宙间真正的大公平。你看着那个人现在嚣张发了横财，你觉得不公平，那是你没看到他过去生生世世种下的因，也没看到他此刻正在急速消耗的福德，在天地这个大算盘里，因缘果报是丝毫不爽的。你现在受的委屈吃的苦，是在消你自己的业障，是在给你积攒后福的底子。你一抱怨不公平，心里的那个无名火一烧，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纯阳之气全给你烧干了，就在没还完，又添了新的嗔恨业，划算吗？所以呀，立足在这个世间，第一步就是要破除这个老天欠我的怨气，把心放平了，你才能安安稳稳的走好人生的3个大台阶。哪3个台阶呢？第一个台阶叫趋利。诸位，咱们都是肉骨凡胎，生在人道，就要穿衣吃饭，要养家糊口。司马迁老先生早就看透了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年轻的时候为了几两碎银子奔波，这不丢人，这是为了生存。可是这第一步的台阶，脚下可是万丈深渊啊！很多人不懂天地气机的转换，以为赚钱就是靠手段，为了多赚一点，缺斤短两，或者干脆以次充好，甚至坑蒙拐骗。他觉得别人不知道，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。殊不知大学里把这个账算得明明白白的，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你的德行是根基，财富只是树上结的果子。你昧着良心去赚钱，实际上是在干什么？是在拿你自己命里最宝贵的纯阳之德去换那些阴寒的偏财，财气偏阴，你德不配位，把这些带着怨气，带着别人眼泪的阴钱敛到家里，你家里的风水立刻就坏了。紧接着就是老人生其病，小辈出败家子，最后一场大祸，连本带利全给你卷走。这叫被入者亦被出，因果律的结算，利息比高利贷还狠。所以趋利的底线就是老老实实守住道义，宁可钱赚得少一点，也要图个晚上睡觉心安。这叫阳气护体。走过了这一步，人到中年手里有点积蓄了，就开始走第2个台阶，叫趋名。这个名不是让你去当什么戏子明星，走到哪都有人围着，这里的名是声誉，是名节。你开始在乎四邻八舍怎么看你，在乎乡党亲戚觉得你这人厚不厚道。人在这个阶段知道要脸面了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它能约束你的行为，让你不去干那些下作的事。但是千万别被这个名字给拴死了。有的人为了一个虚名打肿脸充胖子，为了别人一句奉承，把家底都掏空了去摆阔。这就是我前面说的，被外物给无住了，又掉进了虚荣的业力网里，活得比求财的时候还累。等到这2个台阶都爬完了，你们看看在座的咱们这些人，头发都白了，人生走到了晚年，该上第3个台阶了。这个台阶
也是人生最高的一个台阶，叫趋近。什么叫趋近？很多人以为我跑到深山老林里，或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人，这就叫近了。错了，那叫枯木死灰，那叫孤阴不长。真正的近是佛法里讲的涅槃之境，是庄子里说的水静游明。而况精神，它不是外面的没声音，而是你心里头那个长年累月像猴子一样乱蹦的攀缘心停下来了。你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这一辈子，年轻时拼死拼活赚的钱，现在吃也吃不了多少了。当年在单位里真的面红耳赤的那个名额，那个职称，现在看来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可笑。那个曾经让你恨得咬牙切齿的仇人，估计也已经变成一撅黄土了。你突然明白了，天地万物皆是因缘，和合而生，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真正能抓得住带得走的。你的那个阿赖耶识不再往外去攀求了，心气儿一落，沉到了丹田，你周身的阴阳就彻底调和了。这时候的你坐在自家的院子里，看着孙辈们在眼前吵吵闹闹，你心里不急不躁，听着邻居抱怨家长里短，你只是慈悲的笑笑。你的心就像一面清澈的镜子，外面的事照得清清楚楚，但镜子里什么也不留。到了这个境界，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家里最好的风水。哪怕你1分钱不给儿女留，你这份清净平和的德行就能庇护他们3代安康。可是呢，很多人私下里跟我讲，南师啊，你说的道容易，我也想静，可我静不下来啊，儿女都在外头忙，10天半个月见不着人影，我一个人在家里空荡荡的，心里头那个憋屈，那个孤独，就像长了草一样。你们想想看，有时候你对着儿女掏心掏肺的想说点知心话，还没说2句，他们就嫌你啰嗦，打断了你，你这满肚子的话憋在喉咙眼里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硬生生把自己给憋坏了吧？这时候你就得懂得怎么排遣这股子闷气，这可不是小事，这是在救你自己的命，是在疏导你身上郁结的气机。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破庙里看书，一待就是3年，那时候兵荒马乱的，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晚上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。你们觉得孤独吗？那是真孤独。可是我怎么熬过来的？就是靠读书，随便翻开一本老医书或者一本佛经，看着看着，你那个攀缘心就跟着书里的文字走了。书里讲的那些天地阴阳的道理，那些几百年前古人的生老病死，一下子就把你的心量给撑开了。你本来在为自己晚年的一点寂寞伤神，看到书里原来千百年来的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你这股气就散了。读书就是跟古人隔着时空在倾诉，是用古人的阳气来化解你身上的阴郁。如果读书你读不进去，老眼昏花了，那还有一招也是丁丁管用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养个小动物，养只猫或者养条狗。你们别觉得这是在玩物丧志。早年间你看那些深山老林里修行的老和尚，庙门外头总得养条大黄狗，寻常百姓人家也喜欢在院子里喂几只流浪猫，这背后大有天地间气机感应的玄机。佛法楞卡经里讲得明明白白，一切众生，大到大象、老虎，小到猫狗鱼虫，哪怕是一只蚂蚁，都有它的灵性，都有阿赖耶识。它跟我们人一样，也懂得苦乐，也懂得感恩，只不过他们前世造的业重，
这辈子披了张毛皮，沦落到了畜生道，你一个人在家里，心里孤单发冷，这时候你抱起一只小猫，或者摸摸小狗的脑袋，你给它一口饭吃，给它一个安稳的窝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布施，这叫大慈悲。你这一个慈悲的念头升起来，你心里那团郁结的寒气瞬间就化了。动物的心是最纯净的，你心里有苦，它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它能感应到你的气场，它靠在你腿边蹭一蹭，看着你的眼睛，那一刻你们两个生命之间的气机就交融了。你救济了他的命，他用他的灵气抚慰了你的心。天地间最神奇的就是这种无言的感应。所以关爱弱小的生命不是为了好玩，而是在修你自己的慈悲观。你把那个紧紧盯着自己的我执放下了，把心分出一点去关爱别人，关爱众生，你那个逼仄的生存空间一下子就敞亮了。这就是慈悲生养，一个心里装满慈悲的人，他的气脉是通畅的，绝不会得那些奇奇怪怪的郁结之症。好，前面讲了这么多道理，你们可能会说，南师道理我都懂了，可遇到真事儿我还是转不过弯来。你能不能给我几个实实在在照着就能做的招数？没问题。接下来我就把压箱底的功夫掏出来，教你们几个极其具体的自保法门、转运法门。这几招都是能救命、能转家运的真功夫。第一招也是最要紧的一招，管住你的嘴，守住你的口业。什么叫守口业？你家里如果有不顺心的事，儿女不听话，或者老伴儿惹你生气了，你心里再苦，绝不能把怨气变成毒咒吐出来。很多人一吵架，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外冒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出门被车撞死，我怎么瞎了眼找了你？这么个上门心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也是在念咒啊，不过念的是恶咒。楞严经里讲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你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带有你心念的强大能量。你咒骂家人，这股带着嗔恨的阴毒之气，第一个反噬的就是你自己，它会顺着气脉直接伤你的心脏肝脏。紧接着这股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，家里的风水立刻就变成了凶宅的气场。所以怎么转念，不管多生气，把嘴闭上，深呼吸，在心里默念一句，这都是我欠他的，这是来消我的业障的，阿弥陀佛。你这一句话念出来，气机就往下沉，丹田的火就降了，把恶毒的话深深咽下去，这叫忍辱波罗蜜，这是在给你家积大福。第二招，化解家里的怨气，从水洗开始。年纪大了，最怕的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。儿媳妇买件衣服，你嫌贵；孙子玩个游戏，你嫌吵。你天天拉着个脸，家里就像个冰窖，气机完全停滞了。怎么化解？学着水洗。普贤行愿品里讲，水洗功德，就是看到别人高兴，你也跟着高兴。儿媳妇穿件新衣服，你笑眯眯地夸一句真好看，显得有精神。孙子考了好成绩，你拍拍手说真棒，菩萨保佑我们家出人才。你这一夸，这叫吐出春风，你发出的都是欢喜的气场，家里人谁不愿意亲近你？家庭和睦了，这就是最好的风水局，比你请10个风水先生来看墓地都管用。第三招，给自己和晚辈积阴德，每天做一件无相布施。什么是无相布施？就是做善事不留名，不求回报。你出门买菜，看到路边有块石头挡了路，你顺脚把它踢开，别让别人绊倒。看到楼道的灯坏了，
你随手打个电话报修，甚至你就是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一句，愿天下的人都能吃饱饭，愿大家都平安，这都叫无相布施。天地间有一本无形的账，你每天积的这些小善念、小善行，就像一滴滴水，最终会汇成一个巨大的福德海。你不求回报，它偏偏就会回向到你和你的子孙身上。这就是易经里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们照着这3招去做，不用多，坚持3个月，你看看你心里的那些烦恼还在不在？你看看你家里的运势转没转？我敢打包票，你一定能活出一个清清爽爽、福气满满的晚年。这几招实实在在的保命转运的功夫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吧？其实啊，咱们把这人世间的财气、怨气、名利、人情世故全掰碎了揉开，最后你会发现通通绕不开生死这个大关口。诸位老朋友，咱们今天能坐在这儿，头发白了，皱纹深了，回过头去看看，这一辈子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。我有时候看到那些100多年前的老照片，上面的人有穿长衫的，有穿马褂的，一个个目光炯炯有神，年轻气盛。这些人里头，当年肯定也有为了一笔生意急得吐血的，也有为了个虚名争得头破血流的。可是现在呢，全成了一格黄土，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。李白有2句话讲得透彻极了：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还有一句：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。什么叫逆旅？就是旅馆、客栈。这天地万物，包括你这具肉身，不过是你神识借住几天的一个客栈。咱们在这世上走一遭，就是个住店的客人。佛法里讲宇宙万有事，成住坏空，哪有永恒不变的？你非要把客栈里的床板、茶杯当成你自己的，死死抱着不撒手，走的时候带得走吗？带不走啊！你能带走的，只有你这一生造下的业和你修来的德。所以看透了这个大轮回，你这几十年的光景，最终求个什么？不求腰缠万贯，也不求名留青史，只求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能够做到无悔无愧无憾，对天地良心无愧，对擦肩而过的缘分无悔，对这一生酸甜苦辣的历练无憾，这就叫大圆满。好了，今天唠唠叨叨讲了这么多，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，这几件事打死也别做。第一，别在心里温那股子老天不公的怨气，那是烧干你阳气的毒药。第二，别去强求那些不属于你的财物，得不到就当是挡了灾，千万别成了外物的奴才。第三，家里有了矛盾，哪怕气得浑身发抖，绝不能对亲人吐恶毒的咒骂，你那一开口，家里的好风水就全破了。这几步一定要照着做，管住嘴，守住口业，看开点，学会随喜。别人好了，你跟着乐。每天哪怕是动个善念，做个不留名的无相布施，这就是在给你自己，给你的子孙后代存阴德。诸位要晓得，在这个世间，最好的风水从来不在祖坟上，也不在屋子的朝向里，最好的风水就是咱们这颗人心。你最大的改命，不是去求神拜佛，而是改你的念头，改你的行为，种下清净的善因。你们今天听进去了，心里亮堂了，这是你们自己的福报。但我还要告诉你们，佛法里最讲究利他。什么是利他？你一个人好不够，你要让周围的人都跟着好。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因果、这些契机的道理对你有帮助，请你动动手指，给南老师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然后
把你看到的这篇文章、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戚、老朋友或者你家里的晚辈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一转发就是在做大布施，就是在救人一命，护人一运。你想想看，也许你的一个老相识正因为一笔烂账气得要寻短见，也许你的儿女正因为单位里的挫折憋着一肚子怨气，他们点开一看，突然明白了眼即我有的道理，明白了水洗的功德，心里的那个死结一下子解开了，少造了一场口业，少拜了一次家运，这就是你造下的无量功德，这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。你传出去的每一份善念，最后都会化作吉祥的契机，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儿孙的头上。最后文字是有力量的，念头是有能量的。我们今天这么多老朋友聚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多大的共业道场啊！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能量场，这个磁场威力不可思议。我希望大家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，你可以留言写上放下执念，得失随缘，也可以写厚德载物，福荫子孙。你敲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你心底发出的清净大愿，这股愿力冲破虚空，不仅能护佑咱们这方水土，更能实实在在地庇护你的家庭，让你们老少安康，福寿绵长。好了，今天咱们这堂课就完完满满的讲到这里，祝诸位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咱们有缘再见。